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年初带我妈等人去福冈玩之后，我爸说他也要，所以就调了京都。好像没看到福冈嘛，因为有人用新台币的力量插队了。打算在市区散步一下，马上就经过新风馆，里面的环境很漂亮，有很多酷酷的店。经过一间装潢很精致的蓝瓶。我们的目标是走到锦市场，然后还意外经过六角堂，里面很清幽。因为我爸是第一次来京都，所以都会带他去一些京都必去。大家来锦市场都会被这些小吃吸引吧。这个欧蕾蛮好吃的，买了2个猫咪盘子给我妈。下个目标是鸭川，因为我很喜欢。接着我试图经过花见小路走到八坂神社，途中经过很多小巷子，然后还有很多寺院，最后终于走到了，真的好远好累，但我还是偷渡了吉卡哇嘻嘻，因为我爸很满意锦市场，所以他说要来这里吃晚餐。走路回饭店，跟长辈出门的时候，饭店都有故意挑比较好的，毕竟会累。非常标准的日本浴室。今天超级早起，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。先把行李箱寄放在车站，只带了1天份的行李。日本的高速巴士很准时，而且我爸说不会晕车，很棒。天桥立终于到了，我事先研究了交通方式，虽然海上列车很美，但是太麻烦了，所以就选巴士。马上前往伊根周屋。天桥立这边的交通不是很方便，加上去伊根的巴士要搭1个小时，班次又不多，所以排在第1站。我们直接在喂海鸥的船这里下车，等一下会有很多鸟，空鸟正经跳过。刚刚那个很像虾味鲜，很好吃。听说要早上的海鸥会比较配合，而且这里有黑鸢，黑鸢的话就会用很尖的爪子，所以要小心。海鸥都没有很准，而且又很温柔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鸟要理我爸，只好自己吃掉。后来发现用丢的海鸥也很会接。这些海鸥都跟船飞平行，超强。结果在船上都在喂鸟，没在看风景。海水很清澈，不知道为什么路上都没有人。本来要走去周屋日和，但是走到一半突然下大雨，然后开始变成冰雹，所以就折返。但路上有一个停车场可以面对周屋，很壮观。结果又放晴了，后来直接在游客中心楼上吃午餐，刚好是施鱼的季节，超级好吃。出太阳的时候超级漂亮。原本要去酒造，但是没开，所以就搭公车回天桥立。公车沿途真的很漂亮，海水很干净又很蓝。我们在原伊势龙神宫这里下车，可以顺便看看，后面就是伞松公园的缆车了。可以看到天桥立沙洲的全貌，很酷。听说是丢过去就会有智慧吧。下山我们选择搭钓鱼式的缆车，风很大。走一段路就可以到观光船的码头，可以截弯曲直到天桥立车站，比搭公车快很多。结果又开始下雨，这边的天气真的变很快，想要直接去饭店 check in。不然高级饭店就是不一样，还有迎宾点心可以吃。饭店外面就是另一个缆车，听说这边看起来会像是龙飞上天。虽然有下雨，但是很幸运有彩虹。请问有像龙吗？我是没有感觉啦。很喜欢做这种钓鱼，会有一种要去滑雪的错觉。
往沙洲的方向走会看到智恩寺，我觉得这里看起来很祥和，很放松，而且还会看到可爱的橘猫。果然橘猫都是易胖体质，他们在官方 IG 里面超多猫，超可爱。旁边就是回旋桥，刚好遇到船要开过来，所以就开始转，很幸运。打算明天早上再来走完这个沙洲。果然高级饭店就是不一样，走好久都走不完。请大家欣赏高级的房间。这个床真的超级无敌好睡。晚餐还有升级螃蟹餐，吃得非常饱。而且这里有一根满开，我觉得比一般的清酒好入口。但我爸说他比较喜欢辣的。这个螃蟹粥超好吃，它真的好饱。甜点也好好吃，泡汤也很满意，温度很刚好。下雪了，早餐也不错吃。听说这个是松叶做的果汁。雪越来越大，所以我跑去泡汤。在雪中泡汤真开心。回程也是要搭巴士，但还早，所以我们就要去沙洲上面走走。马上被可爱猫猫迎接。听说这沙洲下面是淡水，所以才会长这么多树。然后这个井是淡水，还可以喝，我还真的喝了，真的是淡水。回到车站等巴士，这里的麻雀很蓬。我爸说他第一次看到正在下的雪，很兴奋，真的很幸运。谁能想到3月还能遇到雪，也因此差点冷死。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一粒一粒的冰。前半段的车程都在飘雪，窗外的风景很像蛋糕上面的糖粉树。但是穿过一个山洞，快到京都市区的时候就不下雪了。拿完行李之后，我们准备前往奈良。直接住在车站旁边，就不用烦恼行李了。整间都很不错，而且还可以泡汤，晚上还有面可以吃，相信大家都有耳闻。结果直接徒步到奈良公园，一直用我们的双脚在各大景点之间穿梭。喂鹿是一定要的，而且这只感觉比较没那么激烈，蛮冷静的。接着来到东大寺，
风真的好大。虽然来很多次，但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壮观。我第一次往它的后山走，结果走到后面的二月堂，我觉得很漂亮，而且相较之下很安静。接着经由若草山走到春日大社，每次来这边都会有树大便是美的感觉。有点累了，所以搭公车去商店街，买了好好吃的大佛布丁，还有路边很香的酱油团子，真的很好吃。上次来吃觉得很好吃，所以这次晚餐决定还是吃顽固猪排。出日本1年之后，有懂高丽菜丝的好。没想到我爸要帮代购的东西也好多，今天走了好多路，好累。战利品们，结果都是吃的。大佛布丁真的好好吃，虽然吃很饱，还是要体验一下晚上的面。还有泡完汤一定要吃冰棒跟喝养乐多。早餐好吃，今天天气很好，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。本来在要去长谷寺的路上，但是中途看到一个超大鸟居，可是去长谷寺的火车班距又很长，不太确定要不要下车，后来决定赌100。觉得这里有点像明治神宫，但是树比那边大很多，这边超级大，感觉可以走很久，而且很祥和又很安静，听说是很古老的神社。因为怕错过火车，所以还是先往回走。这个就是超大鸟居。车站旁边有很高级的厕所跟香客大楼。去长谷寺要转车。然后再走路14分钟。整路都没什么人。到了之后还有很多楼梯。栗子馒头配色。真的很多楼梯，都是这种比较小阶的。大家好像都开车来比较多，可能不是赏樱，也不是枫叶季节，所以没什么人。感觉季节到了会很壮观，这里很 peace。我们还要去参拜大观音，但是禁止摄影，也是很祥和。运气好，有遇到几棵樱花开，很漂亮，而且都没有人。这里的树也是都大棵的很夸张。听说这些都是樱花树。午餐就吃昨天的战利品，
这个网红阿公麻吉真的蛮好吃的，这边都不太会遇到的，很棒，推。走回去的路上有一间陶艺店，卖花瓶给我妈，然后还经过一间阿嬷开的店。这个东西超好吃，但不知道是什么，撒上盐跟芝麻真的超好吃。这边班次真的很少，建议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，而且都是这种楼梯也冲不了。早上去的神社，来饭店拿行李，然后前往京都车站。今天京都的天气也很好，今天也是住三井花园酒店，但我觉得这间比第一间好。我们来附近逛逛，然后买外套，因为真的好冷。东本院寺外面超大的鲤鱼，东本院寺本人也超级壮观。因为现在也还有时间，然后没有安排行程，所以就跑来福建道和大社，感觉是属于京都定番行程，觉得傍晚来也还不错欸。而且还会遇到很多猫猫。可是觉得晚上回程的电车班次很少，差不多要吃晚餐，打算在拉面小路解决。看起来很不错，但吃完觉得要洗身。然后拉面小路旁边就是一个观景台，想说就来参观一下这样。把我爸放在饭店之后，就获得了自由时间。结果也只是来便利商店而已，买可尔必斯跟这个很红的冰。这个早餐也不错吃。我爸说想要在东本院寺静坐，所以就再去一次。趁这个时候，我就去他们商品部买了同款的很好闻的线香。去清水寺的公车排超级长，直接转弯搭计程车。推荐大家搭计程车，没有很贵，人真的超级多，感觉这里大家已经很熟了。这个水球场里面很酷，可以去体验看看。然后第一次在这里抽签，还好大家都抽到几，不然真的笑不出来。来这么多次还是有新的体验，还不错。午餐就坐在旁边的椅子吃静静堂的面包，真的超好吃。详情请见这集。又在买盘子，殊不知我就是最大的那个盘子。这个小黄瓜很好吃欸。
来买之前就很想买的盘子。走了一点路去公车站，准备去银阁寺。公车中间还停下来换司机，很酷。如果是樱花季来哲学之道，应该很漂亮。银阁寺用肉眼看真的非常漂亮，而且大家在参观的时候都很安静，很喜欢。推推，我觉得用手机拍不出它的美，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把苔藓种得这么漂亮。银阁寺餐道有很多点心可以吃，而且都还不错吃。除了这一串，有点累，所以使出计程车大法，结果遇到伊人司机，只好使出我的破日文跟他聊天。来下鸭神社这么多次，是因为觉得它的森林很漂亮。买了一个蕾丝玉手要给我妈，司机手在我抵达前10分钟就卖完了。沿着森林走到和合神社，这个美人水很好喝，但是他休息了。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，太累了，所以在饭店躺了一下。晚餐在京都车站地下街解决。这个布丁非常好吃，还有这个最终也是，好像是在伊势丹地下街买的。路过买了一个泡澡球，是栗子，真的好可爱哦！而且栗子竟然是隐藏版，好开心。准备要回家了，一样是做好了卡去机场，就在售票机买票就好了，不要像我佳慧还跑去柜台，还排了好久的队。在机场的最后一扭，结果是小巴。大家拜拜。